场1之1 Take One。好，3、2、1，走。对，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我小时候是因为很喜欢那个演员李美秀，因为我就觉得她怎么可以把喜剧演得那么搞笑。然后可是后来看到她的人生故事，又觉得她人生其实过得蛮坎坷，可是她居然可以把就是欢笑的一面，然后展现出来给大家，然后把自己就是一些不愉快什么之类的都。就是有点像是那句话怎么讲？就是人生喜剧是一点一滴的悲剧累积而成的。我觉得就是他应该就是累积了很多的生活经验，然后让我们造就了那么多欢笑。所以我就蛮喜欢他，然后就从此就喜欢表演的感觉。就从小就是对表演就很有兴趣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大学其实对戏剧那时候概念也不是很清楚，或者是就以前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也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自己的一个人，所以戏剧系也没考上，所以后来也暂时没有有想这件事情。表演这种东西是在就是我大学那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在想说，因为毕竟中文系毕业出路本来就出路比较窄嘛，就是中文系就是这个要毕业不知道做什么的，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念头这样子。那时候也是家人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去考就是传播类的研究所，因为传播科系这个东西它门槛其实不是很高啊。然后也是因为那样子，就是接触到电影这样，接触到，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电影都是那种院线片啊，好莱坞的那些，对啊，或是以前一些可能电视上的国片这样子。所以是因为要考研究所的关系，所以才接触到电影这个东西，然后就爱上这个电影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就知道有导演这个职位这样子，就觉得哇，导演好像也许以后有机会当导演这样。那没有，它是灯坏了。没有吧？没插电而已。没有，它坏了。真的坏了？你有测试过？测试过。哇！那当然就懂。在坐在那里靠着。坐的。算了，我们就是，还是不要这么复杂。好，不要复杂。就简单抽，然后就丢一些词给你。我们先等下包仔会丢一些，你就是做一个反应了。然后我们就看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对。啊，你不要，反正抽烟就对了。你不要演到一半突然就出戏了，这样子。干什么？你真的，你不要等一下演到一半你要这样。我要接什么这样？我等下丢一些你比较好回应的话给你啊，对，好不好？好。其实我应该算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对表演有兴趣。那个时候就是会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那种热门舞比赛，就跳舞的比赛，就是很喜欢，就是可以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然后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当下的我是非常享受、非常开心的，对啊，感觉可以把快乐带给别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是康复社的，那我们学校对于我们这个社团非常的重视，就是学校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都会邀请我们社团人帮忙主持，或者是出表演。那表演的形式可能有演话剧，或者是跳一些搞笑的舞蹈。那个时候我也是因为这个社团的关系，我的表演的这个部分才有一个舞台，可以让我去好好的发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啊，都还蛮有喜感，蛮有观众缘的啦。那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看我的表演很好笑，很开心，对啊，然后又很喜欢看我跳舞这样子。我跟他是合作正大广电的作品认识，2014年。哦，对，10年前的，对，我本名叫王玉远，王玉远，他绰号叫包仔啦。他现在现在跟人家介绍，我前面加4个叫自由演员包仔了，那就叫我包仔就可以了啦。我自己本身也是自由演员，那我也有点年纪了啦，我担任自由演员已经担任大概20年了。从2005年开始就是接选作品到现在。包仔哦，这个问题其实也蛮多人问过我的啦，就是我以前我们在我国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网络刚开始发展，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有所谓的一个东西叫做电子布告栏，就是 BBS，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要创账号嘛，要取一个昵称嘛。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款格斗游戏非常风靡，它叫格斗天王。然后那个时候里面有一个角色名字叫追拳虫，然后他的特色就是他每次要开打之前，他要先吃一个肉包，他很喜欢吃肉包。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会去电动游乐场打电动，那这一个角色是我的王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出入在电动间的时候，大家都会叫我爸包啊、包啊，然后那个时候本来想说，那我昵称我就打包子好了。可是你也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注音输入法，它要选字。那个时候可能是我选字，我那个时候在取昵称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到，我原本打包子，后来其实后来变成包仔，然后就送出去了，然后我的昵称就变包仔了。但后来发现说，叫包仔好像也不错，因为通常昵称叫包子的都是女生，男生叫包子的比较少，然后叫包仔的话，感觉也比较接地气，比较亲切的感觉，所以后来我的昵称就都叫做包仔了。对，然后但是包仔这个昵称的话，通常都是跟我比较亲近、比较要好的朋友们。或者是生活圈中跟我相处时间比较长的，他会叫我这个昵称啦。所以还有就是说担任演员的时候啦，我就是会希望说大家可以用这个包仔这个名字来称呼我啦。对。可是我除了那个所之后，我又去考了那个台艺大的应用媒体艺术研究所。对，现在它改名叫影创所的影音创作。大部分大家毕业都是拍片的，对，好像也可以做别的东西，平面或什么的，但是它主要还是就是算是拍片的一个研究所这样子。去台艺在念那个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才开始接触到影像创作，比较实际去接触，就是有时候也是会去跟片啊，然后自己也会做一些创作这样子，对，但是都不是特别大的创作这样，然后就慢慢也是有点了解到自己的个性嘛，就是因为拍片毕竟是一个很多人的
需要完成的东西，然后自己可能比较不是太善于社交吧，对啊，就是但是对于表演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我就会觉得自己会比较自在在表演。如果今天就是摄影机打开，然后我需要去做表演啊，干嘛，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自在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反正就是时间很快，我也是来到我的毕业制作这样子，所以我才那时候就想我要自己自导自演这样子，应该是说到这个时期才真正跟表演开始有关的开始这样。对啊，没有早餐。然后他们刚刚有人送早餐过来了。没有餐。你还是不要吃了，我是没差，我没有吃。那我帮你吃。不是啊，交给我。你不吃，你不知道我们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对，我不了解他。对，我会来这里来帮他吃早餐跟便当的。有称一那你吃的话，你等下再吃一份，再吃一份早餐。对啊，就不用，你要再去吃吗？不用了。看你啊，我又没看。在这边吃一下，还是你一起去，还是你要一起去社子岛载你过去看一下。就是你回去他再载你。你载我过去，然后我再我要他会去啊，然后你再带他回去离开。是骑车来吗？对啊，你骑车来。我要再骑车去再骑回来，要不然看你要去的话。我干，我真的很犹豫要不要去。天气有够差了，干。我突然觉得今天好像有点冷。我觉得等下会冷，我要回去看。对啊，应该会蛮冷的。可是你们等下室内戏应该还好吧？对啊，怎么都没有，它有室外戏，它要找室内室外都有。但室内对啊，室内应该会好一点嘛。室内应该都是你跟那个女主角的戏吧。还有那个儿子，还有那个年轻人。他之前为什么？就是我之前大学是念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戏剧系啦。我那时候也真的不知道我大学到底要填什么样的一个科系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很不爱念书。虽然我就是常大家眼中最讨厌那种同学，就是每天看起来都在玩，然后都没怎么在看书，可是这成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好那种同学啦。要考大学的时候会选填戏剧系，完全只是因为那个时候社团的伙伴们啊，他们不经意的一些玩笑话。那个时候就是伙伴都说：“包仔啊，你演戏你这么会演戏啊，又这么搞笑，你有没有考虑去念戏剧系以后当演员？”那时候我就想，对吼，我怎么没想到呢？就那个时候念大学的时候，其实那个科系就选台艺大戏剧系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是我后来有去思考过，如果我去念电影系或是广电系，虽然我可以去拍东西，可是这样会变成说我的身份会转换成幕后工作者。我很难就是要拍东西的当下，我要自己跳下去当演员。那这些科系也没有针对表演这个东西去做一个教学。我就当初就是为了想当演员，想当一个好的表演者，我才来到台北，然后念这个戏剧系，然后就是踏上了这个演员之路了啦。对，所以我其实不太去思考说要往幕后发展啦。当然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表演者啦，其实如果能够懂一些幕后技术的部分的话，其实对自己表演的部分也是有加分的效果的。这是我在这20年来的一个感触啦。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在当届的时间点毕业啦，我其实有延毕，就我从入学到毕业这中间总共耗了8年的时间，中间还休学2年。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大4有一门学分叫做毕业制作。对啊，那个时候因为本身的经济状况，因为我们那个毕业制作的话，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舞台剧的毕业公演。那我们每个学期都会缴一笔那个毕制基金啊。那个时候因为我经济状况比较没那么好，那笔钱我筹不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说，那我等
延毕的那2年的时间，我再把这一门课给他修完，就是利用空档时间先多赚钱，存一点钱，存到这笔钱之后，我再修这门学分。所以我是后来是跟学弟妹一起做毕业制作跟毕业公演这样的。其实在我休学那段时间还发生一个小插曲啦，因为我那个时候本来已经大4念完，就原本是确定说，暑假就要搬回我老家高雄，要准备去服兵役了。但是在我工作刚辞掉，然后房租的那个地方也刚退约，就是刚要准备搬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突然的接到就是文化大学大传系的一个毕业制作的男主角。那我当时就为了这一个作品，在台北又再多待了半年的时间，又很临时的去找了一份打工，然后就是为了把这部作品完成，又在台北又待了半年的时间。这样原本其实我只要延毕，也就是休学1年就可以完成我原本的规划，变成说我要休学2年。对，但是我觉得后来这样子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好的结果啦。因为后来我当完兵1年之后，我变成我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可以提早回来台北先赚钱。因为当初会休学2年，就是为了考量到说，就是因为毕制的钱我缴不出来，我想要先多存好钱之后再来修这门学分了，就变成说我多了半年的时间，用时间换取空间啦。那个也因为这半年的时间，让我开学之后我的经济压力就小很多，也可以更顺利的修完我的毕业制作这样子，就是阴错阳差啦。录吗？我这是工作人员，大家好，我是吴庸，今年18岁，就读大一。兴趣呢？兴趣是 cosplay， 还有看漫画，还有看动画，对日本动漫画非常有兴趣。我家里有收藏一整套的《火影忍者》。联络电话哪？联络电话在这里。太麻烦了，对不起。这样你就会帮我出产，因为我之前就想说，好像没有那个，因为通常商业片通常都不太能跟啊，不太可能。对，所以我就想说，学生片可能会比较自由一点，比较 free。那你很少接这种学生片吗？比较少。对啊，这算是难得的档期嘛。就是我做作品就会。还有比较好，可以吗？现在有口水病吗？我等一下会把那个把这一份带在那里。我大学读的是中山大学，然后是剧场艺术学系。高中本来是很想要去念那个演艺科，那我妈强迫阻止我不行，所以我就正规的考上那个就是所谓名校，就是正常普通班、普通高中、高级中学、高中，然后就读。但是因为就是会有社团嘛，然后就是社团辗转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我的戏剧老师，他们都是软剧团的，就在嘉义蛮有名的剧团叫软剧团，然后我们高中社团基本上戏剧老师都是从软剧团那边出来的老师来教，然后就开始上一些表演课，就觉得好有趣哦，然后就是觉得我决定还是要选这一条路，然后就继续一直这样下去。这部是那个爱情还是亲情还是别的？爱情。我Beyonce。因为他长得超像丁禹兮的。好像是。2点互相当个多少？太高了。
因为其实也蛮多人会对自由演员这一个名称感到很好奇或是疑惑，到底什么是自由演员？其实以一个很广义的定义来说啦，其实自由演员意思就是说没有跟经纪人或是经纪公司合作的演员，其实都可以通称为自由演员，就是你自己去投履历啊、跑试镜啊，然后自己接 case 的演员都可以称为自由演员啊。那我也是后来才想说，把这一个自由演员的名称加在我的绰号前面，对，比较让可能比较能够跟一般的演员做出一个区隔啦。对啊，我也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这6个字的称号，自由演员包仔这个称号。对，还要很久吗？还有一段路。其实我从我开始担任演员这件事情以来啦，我其实一直都是处于在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演戏这件事情，拍片这件事，我的比较当成是兴趣跟副业在经营这样子。当然，曾经也有想过，就是说要不要试着去做一个全职的演员啦。但是在后来发现我的我的条件跟我的生活状况，我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就是毫无后顾之忧的，就是当一个全职演员了。因为你应该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演员的收入是非常不稳定的。那我又不是台北本地人，我在台北我的生活有很多固定的开销跟支出，如果单靠演员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的生活会有困难了。那我又要照顾我的家人，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直选择，就是说一边工作，然后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去接演员的 case 这样子。对，就是自己的条件跟经济状况也只能这样子做啦。对啊，曾经也会年轻的时候也会有怀抱着一些说，有没有可能以后就是成为一个全职的演员，靠着演员这个工作就是过生活这样子。但后来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就是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啦，对啊，因为你每个演员都在等待一个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来临的机会了。但还有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来临了，自己真的是否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了？我觉得这也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曾经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了。对啊，自由演员他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演什么，对，我也不知道就是会碰到什么案子，他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去看那个社团啊，然后今天有 po 什么东西啊，然后适不适合去投啊，然后我们就去投履历啊，干嘛，然后等试镜，然后试镜这样子。兄弟，喂，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怎么会这？我觉得当然你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当正职绝对是没有办法的，对，是没办法的，因为学生制片他们本身就是自己出钱的，可能就很像打工的钱，就是它的价钱就很像这种基本时薪的概念。我觉得基本上对一天1-2千啊，其实就还差不多了，那当然有些演员会去跟学生谈价钱了，但希望高一点或干嘛的，对。我自己本身是比较
不会特别去谈这个东西，对，因为我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赚钱而去做这样的事情，不是说我不需要钱，而是说我没有迫切到需要说我是为了钱然后才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有时候有时候有这种以量取胜的概念，就是虽然没拿很多，但是如果你接很多，也蛮多的。就是如果你时间安排的刚好可以安排掉的话，然后虽然每一支可能价钱不是很多，但是很多支啊。其实其实明年才满20年了，但我对啊，就像我明年才满40岁啊，我习惯就是用一个整数这样讲，因为因为现在这个当下我也才刚好39岁了，那就是我从20岁那年来台北念戏剧系那年开始当演员算起了，确实已经差不多要接近20年了，明年9月就满20年了，对，演员的生涯就满20年了。刚来到台北啦，刚开始担任演员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懵懵懂懂的啦，就是觉得说，就是有作品可以接，其实就蛮开心的啦。但后来慢慢的，随着作品数量越接越多，那也会开始去越来越要求自己，就是说，不管多或少，也是希望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能够有进步啦。有时候也常常会想啦，就是为什么自己可以，为什么现在还在做着跟20年前一样的事情？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蛮意外的啦，但就觉得现在这样的自己真的是蛮开心、蛮快乐的啦。对啊，现阶段的话跟以前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以前可能就是单纯觉得自己就是专注在演员这个身份身上就好了，但随着拍摄的作品数量越来越多，那加上自己说自己本身对幕后的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觉得也蛮有趣的，所以现在后来就是慢慢的会去学习或去探索一些幕后的一些像是各个职位他是在做些什么，幕后工作者这些职位是在做些什么，那他的一些器材的使用，一些基本的使用的方式，还有一些观念，我会去想试着去学习。对，可是看一下画面好了。对啊，如果说我们在这边抽，会不会背光就不好看？你就不会背光了，不会，因为我已经调，后面铺一点，那就好了。对，那就 OK 了。来 hold 住。那换你当摄影。哦，那就是我们2个。哦，那你要演哪一个？学生作品的话，有些可能实务经验比较欠缺的同学们，他们可能现场技术层面可能会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或是状况，那不知道该怎么去排除或是解决。那如果说我自己本身我懂这些东西的话，我如果能够协助他们排除状况的话，也是在帮忙自己演员的身份啦。因为你技术层面卡住了，演员也卡住了，就大家都卡在那边啦。可是我说我能够帮助他们的话，就是也是在帮忙自己。还有就是说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灯光，像声音这些部分，如果说我知道这些东西的运作原理的话，那对于我的表演的部分，我也可以有加分的效果。我可以知道在表演上做什么样的调整，可以让我的表现会变得更好，在镜头上面的画面呈现会变得更好。我觉得最有趣是，每次我拍学生之前，我都想说，我好了耶，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开始？然后我就问说，怎么你在等什么吗？然后他们才说，好像可以开始了，然后我们才开始。我觉得蛮有趣。
就是学生的时候，学生时代还是大家还是想要玩一下，但我觉得就是那种学生感觉会比较活泼吧，就不会像是比较公事公办，因为我就是刚好一毕业，然后就遇到疫情，然后直接停滞2年，所以那2年其实如果不算的话，其实我现在才刚摸索2年多而已，因为就这样讲嘛，生不逢时，刚好一毕业要踏入工作，然后出社会就直接停摆，就是全部都不能动工，然后2年就是待在家。那时候非常焦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废物，就你完全不能拍戏啊，然后什么都全部停工，2年，几乎2年，然后才开始复苏，才开始慢慢有戏拍，制作演员大概今年就是大概是第10年有几个月。几个月的第一部片，因为第一部就是我刚才说那部说跟我毕制的那个大纲很像的那时候演的，那时候是2014年的，我记得5月的时候，所以应该假设从那个时间点算起的话，对，2014年5月啊，今年已经11月了，所以10年又10年又6个月，差不多。10个月又4天，你和他订了婚，我还在这里。看了时刻表和时间，为了不耽误要搭的火车，冲上楼，然后才在门口发现自己只是要回家，不是要去见你。然后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又有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小插曲吧，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东西让我更觉得说，好像是不是真的可以试着再走下去这样子，因为那时候也是拍了一个片，它叫围城，它也是台艺的，是广电系的学生拍的，然后他们去参加那个两岸的微电影节。就是他那个作品完成之后，他们有去参加那个两岸的微电影节，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后来就是那时候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在拍片，然后就有脸书就是导演还是制片我忘记了，然后就传信息给我说我有得奖，对，他说我说对，我就觉得什么得什么奖，他就说就是我就说得了一个最佳演员奖这样，对啊，他们就是选了是2个。然后有2个演员，一男一女，然后我是就最佳男演员这样子，那是第1届的，那时候好像是第1届，对，两岸微电影节，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鼓励的动机吧，对啊。然后后来我就又继续投这样子，那时候那一年也是同一年，2014年，就是发生的事情。投的基本上就还是学生的为主这样，因为一方面学生拍片蛮多的，然后一方面当然那些商业的那些案子啊，说本身我的条件啊，就是商业的案子本来就也是不是特别容易接得到，
对啊。那我自己去投的，现在目前大部分都还是以学生的作业为学生的这个作品为主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对我来说，自由演员比较像是，不是全职，不是全职做演员之类，我觉得都叫自由演员。就是你可能还是要需要做很多兼职，或者是做一些其他工作来辅助你做这些事情，就比较像是自由演员。我觉得啦，我觉得就是不是正职，不是全职，就是很像那个一般上班族这样，我一个可以接着一个这种。就是可能很需要兼职啊，或者是还是可能偶尔兴趣的时候突然接到，然后就来做这样。比较像是这样。就是也是有商业类，然后就是我最一开始是没有经纪公司的时候，我都是也是一样跟动画一样接比较多是学生制片。然后后来我就发觉我还是需要有人去帮我做接洽这一块，因为我就很不会去 push 我自己吧，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人去帮我，然后所以后来开始接商业类的，是因为签了经纪公司后，然后去接一些商业类的电影啊、影集啊，因为我也知道自己好像自由接案，我没有很八面玲珑，我真的很不太会去做推荐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是需要别人帮我的，所以我很清楚我这一点。我会觉得，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把事情全部往外说的人，我还是会跟人有一定的距离。那我觉得这个距离有好有坏，对我来说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可是对于我这个工作来说，它变成是我一个阻碍，因为我没有办法很快就融入那一个群体，或是很快就跟一个我需要攀谈，或者是我需要跟他经常会有互动的人去做交流。对，因为其实商业作品的话，他们那一个圈子有他们那个圈子的玩法了。他们对于就是演员的就是在选择演员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模式跟机制跟我们自由演员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们会有经纪人或经纪公司去帮自己旗下的演员们去帮他们推 case。那就是对他们有他们的圈子的，他们不太会跟自由演员打交道，除非你是很厉害的自由演员。对，不然对他们来说，我们就只是业余的，做兴趣的，不像他们是专业的，靠这个在过生活的。然后再就是说，商业作品的它的诉求跟取向跟学生作品又不太一样。那我也曾经接过一些商业作品的 case 啦。那后来就是在学生作品跟商业作品这两个部分的话，我自己后来是选择就是还是以接学生作品为主要的一个兴趣跟目标啦。对，很多商业片的话，可能就是会很专业，所以就是很公事公办，所以有时候就是会很紧张。就一开始的时候很怕出错，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出错会拖累大家进度这样。然后我觉得这有好有坏，可能就是会，你可能有时候会不在状态内，因为你会一直分心掉，一直在看其他事情，就是有没有自己做不好这样。院长，情况怎么样？
做完意识躁动又开始，然后一下坐一下站，血还一直讲。对，工作气氛比较紧绷，而且你遇到的人有些可能都是大咖，对，然后你就很怕，那个等一下 NG 居然是在我身上，然后因为这样，然后要重来，你就会压力更大，对，就好像失去了那个原本想要演戏那种初衷跟快乐，因为你会一开始就一直想要在意，有没有做好，或者是我这样好像不太行。我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完全就是服从的感觉，而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开始就是会去反省、自省嘛。对，就觉得我应该要把我一开始很喜欢演戏的那种热情跟想法找回来，就先做我自己。如果不行了，我觉得那我们再换，这样就好，就不需要。一味的一开始就先我应该要怎么做，就是变成一个很乖乖牌的样子。我觉得履历这个东西蛮重要的，所以像我到现在也是，我没有特别去算，但是很多人都会问我你现在拍到这样子，大概应该有些人就说很夸张，说是不是有1000部了，1-2000部，没有，当然没到那么夸张，可是少说大概已经也有400-500部，对。然后就是其实，在整理作品这个东西就已经算是有点麻烦，对，就是有时候因为我现在就是也是，年轻的角色太年轻的当然又很尴尬啊，太老的又有时候也很尴尬，然后。有些角色可能需要爸爸的那种年纪稍微大一点，那我就不能放太年轻的角色的内容进去啊。当然有一些又是没有太老的，我又不能把太老的照片放进去。但是因为我拍太多了，然后就一开始就是它是一个你作品量很多，然后你就有很多角色的形象，或是你有很多的作品。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演员有一定的资历，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对他们也怕找到可能比较没有经验的演员了，所以为什么会常常看到很多演员都是认识的，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一方面就是他们也有一定的作品，毕竟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学生这个有看过啊，对，可能学长姐的作品啊，同学的作品啊，然后会有一定的安心感嘛。相对来说，我觉得劣势就是说，大家看过了很多次，或是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那样子，那就是，所以有一些可能我比较想要挑战的角色啊，或是可能我比较没有演过的角色的话，我就比较少有机会，我就可能这个机会就常常会被可能别的演员去选走这样子，可能会被其他的演员去取代，我回来了。这个学生制片，我觉得就是放胆玩吧。我可能会把我不敢在商业片玩的东西，我可能会去做想要做的事情。虽然有时候可能会突然觉得，好像学生制片很多影像出来的学生导演嘛，我觉得有时候是为了想要看画面美，而已。然后，所以他可能有些下的指令，我自己情绪会过不去，所以，但这时候我就可能会比较敢跟导演说讨论，就说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去让这个角色去做到这一步，
对，因为我觉得学生制片，在学生制片的时候，我才可以完整的演绎一个角色，就是从头到尾。那即便是那个角色可能，很片段，但就是去发挥想象力，把它填补完嘛。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完整角色，我可以好好的去发挥。可是商业片的话，很多可能就是功能性角色居多，因为我才刚踏入这行，算是年轻新鲜血液这一块，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很快的可能演到主要角色、配角那些的，所以通常拿到的角色都比较是功能性的。我觉得功能性对我来说，现阶段对我来说是比较难，就是要如何把一个功能性角色发挥出来，然后让别人看见，是我正在努力。因为通常功能性角色，你就是会一直看到他，可是他会有台词吗？不一定，有时候甚至全场整部戏下来他没有任何台词，可是你必须要一直存在，因为你可能是要跟在主要角色旁边。叶师兄一直希望能在离开前跟园长说一声谢谢，可是他现在清醒时间真不多。我可以在这里等，因为通常大家不会注意到旁边那个角色，对。但是我就在想，如果可以把那个角色演好，大概就成功了。因为现阶段我毕竟能接触的都是比较是功能性角色，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去突破的一个点。是这一节吗？还没有来。这堂课是叫什么？剪接课，剪接实务。哦，所以这个是在职班的课吗？还是怎么样？那大概会有多少人？大概有十几个吧，大概十几个，可是应该不会，有些人都不会来，那是十几个。OK。所以电影所它是在我就是在演了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大概6、7年，到疫情那时候左右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在思考说，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也在思考说。好像就是觉得，演戏演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一直在原地踏步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又燃起那种想要回去创作的念头。然后一方面也是觉得，如果就是我做演员，然后我又可以。回到导演的这个身份的话，会不会对我演员的这个身份的帮助会有所提升？这样，因为我有看过像，对，因为我就看到有一些演员他也有导演的身份，好像可以帮他更往前一步吧？对，因为演员太多了嘛，对啊，就是主要是有这样的想法，也算是现在想想就是觉得还蛮天真的了。我后来就是有一个想法，我后来就是发现，就是一个演员他要做导演的话，他必须先成名，他必须先蛮有名，或是他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样子。但老师，我就想说，如果跳开那个，就是跳开文化的以前的，就是当地或是实践的文化、区域性的文化，我觉得《教父》我是觉得就是《无间道2》他的那个。他可能也许他比较娱乐性一点，他比较他的比较是
对于观众想要给观众一些比较娱乐性，然后比较商业性的东西，所以它有些东西的确是蛮，它的那种就是它的那种方式是先让我们留个伏笔，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最后被杀掉。然后我这样看，我会觉得对比教父看，我还是会觉得教父他这样的东西，就是这种利落感，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好的。如果无间道它也是这样的利落感，但是套用他们的文化的内容的话，我跟台艺大算是那个缘分蛮深的。我就觉得现在我现在的想法是觉得我应该要离开这个台艺大，就是觉得说，对啊，就是好像我有点被困在那里的感觉，就是我可能算是一个过去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美好的一个回忆吧，所以我一直好像在这里面好像没有走出去的感觉，对。没办法去做到更高的地方，就是做到可能跟我原来想的那样子，好像有所突破的那个境界。我拍一些自己的东西，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可是你说要找这个组啊，要搞得更规模更大，或是要找到更多人，或是拿到更多的资金啊，或干嘛的，对。可能现阶段好像还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我是在吃。没变的。你不能这样，我没有笑话。没有啊，我再跟你讲一下好了，我再跟你讲一下。啊，不好意思，我刚刚是演的，我刚刚是真的，我刚刚想了一下才想到你在讲什么。自然啊，我觉得可以，很可以。我觉得有没有提升这个东西，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你的思路会更清晰一些，就是你会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是不想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会更清楚一点，你不会这些都没有之前，如果是这些都没有之前的话，你一定是比较茫然一点，对，不管是表演也好，还是做导演也好，你就可能心里会想要讲一些东西，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讲，或者你不知道要从哪个视角切入这样子。我觉得你真的不要，我反而希望你不要去记，就是真的去记，对，你就是真的去想，我让你想的那个感觉，你在那边想唱歌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不知道我要跟他表达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没有要你表达什么，这是你自己的，你在独白啊。我在独白，但是我总是有想什么事情想跟他讲嘛。你是啊，你在想啊，那你要想，那你自己都想不到，那你要讲。你在讲这段话不需要太有逻辑跟条理，你只在 murmur 的，对，你只在碎碎念而已。那你想要跟他讲抒发心情，你想要跟他讲什么？你现在刚才那场戏有最后一段，你现在你们关系已经有，你应该有一些想象了吧？就是最后一段。那你想跟他讲什么？你想讲什么？你大家都可以跟他讲。你想跟他讲什么？角色你想要跟他讲什么你都讲，你就讲，就讲，对。其实他是一个蛮单纯的人啦，因为其实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啦，说你的人生跟你的生活如果扣除掉拍片的话，你还剩下什么？然后他就回答我5个字：什么都没有。对啊，不拍片的话，他不知道他要干嘛。对啊，对啊，他就是一个为了拍片演戏而活的男人，是。靠下。看看从这样拍，这样可以拍得到吗？哦，你8字腿我看看。这太奇怪，没有，这个镜位非常有气。
第一个场次就是在外景啊，我骑机车载着两袋青菜过来，然后叫男主角帮我拿进去放，这样好没了。四走，5、4、3、2。他还在给一边啊。然后接下来第2场是我跟龙华的那个龙华喝醉酒，然后他在发酒疯的时候，我人就失踪了，我去隔壁买饮料，然后等他吵完了回来了，要离开的时候我才回来，然后一直跟他说对不起。对。怎样啊？杀下啊！好了，喂，干，喂，啥情形啊？喂。头家歹势，新来的啦，歹势。操！歹势。好啊，不刚才是创啥？去收的啊？什么人屌？歹势。干你！就是要让吸引观众进剧场，进电影院去看的，像是之前，电影《鬼才知道》啊，我的妈几是个鬼啊。就你现在能看到，基本上院线播放的，这种都是商业片，但是，有些可能票房可能比较不好的，你就能看得出来，如果票房比较差的，或者是大家讨论度比较低的，那个通常就是比较是文艺片，对，就文艺片，大家就会不是很对每个人的胃口。所以我觉得国片很难受到大家喜欢还是喜爱嘛。我觉得一定程度是因为观众，因为观众很多也不买单，然后可是又骂国片很烂。可是如果做一些比较高品质或者是比较不同特殊题材的时候，基本上国人又不太会接受。现在比较少看电影，说实在，就是我很少去，好像以前3不5时都会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这样。现在比较不会，可能就是原因一方面是觉得电影看了很多了，然后一方面也觉得现在电影老实说没什么，就是你去看新的电影，不如还看旧的电影还比较好。新的电影就他怎么演，其实大概都那样子，就是你不会有特别的。虽然他就是画面，当然画面啊，或者是技术一定是提升画面的质感，可是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以前人家讲过，或是人家用过的这样子，不管是演员也好，还是手法也好，这样子剧情也是，所以大家都会在想说电影会不会消失啊干嘛？但其实我觉得电影它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就是不会消失这样，因为电影它就是套用在环境里面，我们进去电影院里面就很像，其实也是走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对啊，就只要这个世界它还在继续运转的话，电影它就会一直存在，它只是可能会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可能以后不一定会在电影院里面，对啊，但是它会一直存在这样子，它就是影像，电影本身它就是影像的一个最原始也是最终的一个概念，对啊，应该说我觉得只要人存在。不会有人不喜欢。有人讲过一句话，有人讲一句话，我觉得他讲，我就觉得蛮好的。他就说，人不一定会喜欢电影，但他一定不会讨厌电影。就是一个人，他不一定会喜欢电影，可是他一定不会讨厌电影，不会到，就是他可能不会特别想要去看，不会想要，但是
他看了之后，很少人会说我讨厌电影，就是就是我真的很讨厌电影，我死也不看电影。这电影在那边，对啊，他一定只是说好长哦这样看，可是他一定会，他如果看他一定会有些东西他是会处理，会觉得好的地方，会让他有共鸣的地方这样子。但是你放眼望去，演员那么多，其实能力比我强大的演员大有人在啦。那就是，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既然我没有办法满足，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剧组、剧本、角色的要求的话，那我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兴趣去经营，这样对自己来说相对的压力跟负担都比较小。也可以比较自在、比较开心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对，没了哦，没了，老板，这场老板没了，那我没了，对，那我也没了。应该，他好像说下一个是最好特写，对啊，应该也没有解决，没有，来个事后烟吧。这时候来个事后烟。好，那这一场应该差不多，等一下就是小吃摊了。那就是我们终极奥义，对，只有一颗镜头会同框而已，就这么建立一颗镜头会同框而已。对，但也是有合作到了。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喜欢演戏，喜欢表演，喜欢带给别人开心，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变成我的工作的话，我觉得我很有可能就不会演得这么开心了，因为我可能要碍于经济层面的因素，我可能要去接一些我不喜欢的剧本，我不喜欢的角色，或是要去面对一些我不喜欢的人因为我为了过生活。因为我经济压力，我变成说我要去屈服，我要去面对这些事情。我觉得那个东西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自在的、开心的，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去完成一个作品。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在当演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对啊，就是当你喜欢做的事情变成你的工作，到底对自己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对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的。做这个事情，如果要单纯以这样的事情去维生，然后赚钱，应该说不只是维生，就是要真的赚钱的话，那你很多做的事情一定是跟演戏本质无关的东西，所以它已经不算是演戏了，它就是已经是工作，就是可能接广告啊、上通告甚至我觉得其实。你去直播啊，干嘛？那都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算演戏的一环，这其实算演员工作的一环。因为你真的演员要靠这个为生的话，你势必就是一定要去做那些事情，你才可以真的去，不只是为生，而是可以赚到钱。所以那个本身就已经变质了。说实在的，那已经不是演戏了，那就是那时候就是包在他说的工作这样子，所以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真的去演戏的感觉，他想要有真的演戏的感觉，那就是只能当兴趣这样子，对他来说，就是他觉得他把它当兴趣，反而可以更随心所欲的去演戏了，对，更可以。就是他觉得那才是真的演戏的感觉，就像在学生制片这样子。学生作品很珍贵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今天我们大家拍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要做商业的考量，为了要卖钱，为了要去做有一些商业的一些考量去完成这件事情，对吧？那这样的一个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的理念跟感受都是相对比较单纯的啦，对啊，当然
他唯一的缺点啊，也不能说是缺点啊，就是说，因为他是学生的作品，那学生作品的话，相对他的预算就没有那么的充足。对，但因为我把拍片演戏这件事情当成我的兴趣在经营啊，所以就是关于演员酬劳这部分的话，我的弹性跟接受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不靠演戏这件事情当饭吃嘛，那基本上我求的是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合作过程，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合作经验，或者是说大家可以用心的去一起用心的去完成这部作品啊，这其实才是最主要的目的啦。这样我就不用化妆了，太好了，开心。会粘到。哦，粘吧，对，粘起来没关系。所以他不会，我觉得很舒服。你先穿。有没有啦？可以下去。好，可以扎回去的。如果你在拍外景的时候一直保暖，然后又脱掉防比较容易感冒。你习惯这个温度之后，会回来。对，做一样的。那商业作品的话，我觉得那样的拍摄的那一个氛围啊，我自己个人是不太喜欢啦。就是还有就是业界的人啊，业界的环境啊，我觉得让我觉得就少了一点温度了。还有就是他们看待我们这些所谓的自由演员的或是素人演员的那个眼光跟态度啦。多半是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那学生的话，大部分的学生在跟我们这些自由演员合作的时候啦，就是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这种角度跟方式在跟我们沟通还有合作。那我看导演。我也是看他，但我先背。哦 ，OK。对绝大多数的演员来说啦，学生作品只是一个跳板，只是一个过渡期，在还没有作品的时候累积作品的一个跳板而已啦。最后的最终目标终究还是要往商业作品往业界走啦。但是我并没有像大多数一般的演员选择往商业作品的方向前进这样子。对，我宁可选择一个我喜欢的环境，我喜欢的方式来延续我的演员生涯。对，而不是选择用一个会让我感受到莫名的压力或是不尊重的对待这种方式的一个方式来担任演员。第一次演员最常就是被叫同学，所以我朋友超讨厌听到同学这两个字，他就说不要叫我同学，我现在不是灵演，好，因为我这不否认，因为有些演馆对一些灵演态度都不是到很好，可是因为灵演很多不是想演戏的人，灵演很多都是像我去做那种兼职打工那种类型性质的，所以他们为了要管理好他们，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时候态度会觉得不太好，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希望你们是要演戏的，而不是就是只是拿钱就走。对，可是因为很多人就只是为了想要拿钱，或者来吃饭、吃午餐。对，因为我们都一定会是包餐的，包餐费。对，然后可能有些退休的阿公阿嬷，我最多就是退休的阿公阿嬷来。对，因为他们就没事啊，然后又很需要很大量的人。可是他们也不是专业演员，他们也不是想要当演员，他们就只是觉得，可以交朋友，又可以来吃，然后又可以玩。接受访问一下，你们现在感受吗？12月去这样怎么开枪？你们光多光华独居老人。再多讲一些，你们多说一些警察有没有这内容啊？你觉得司法公平吗？司法公平吗？为什么要帮助诈骗集团？为什么要被诈骗集团？对啊，那你像演员的话，如果说你今天真的红了，
开始有所谓的粉丝出现了，他们会很期待你的作品啊，他们会非常关注你的作品啊，对啊，那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任何表现什么的，很容易就会被放大检视啊。那这样子之后，我觉得就会有很多莫名的压力接踵而来啊。但我刚才也讲过，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很厉害、很专业的演员啦。讲白一点，我只是一个很喜欢拍片跟演戏这件事情的一个平凡人而已啊。我不需要为了这些所谓的粉丝们去达成他们的期待啊。我觉得我就是开心做自己就好了。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每当我提到说我的兴趣跟副业是演员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很直觉式的说：“不是哦，包仔也是演员哦，啊，你会不会在什么8点档啊、电视剧啊、国片啊，就是看到你出现什么之类的，或是什么节目之类的啊？”当他们做这样子的回答的时候，我其实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分享，说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演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平常我主要是接学生作品或是一些独立制片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因为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商业作品，所以他们不太有机会在就是大多数人都会接触到的商业平台，比如说电视或是电影院这些地方出现。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会放在可能像 YouTube 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媒体串流平台，或者是说一些学校可能会办一些毕业展览，那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公开的场地，可能也只有这么几天会放映我演出的作品而已啦。但就是每一次去演戏，你就是认识不同新的人吧，然后就让他们可以留下好的印象，然后可能也会认识一些前辈。然后有时候跟他们交流这样，然后有些前辈很好，他就可能会给你一些，他会丢球给你，然后让你去做戏，然后你可能原本戏份很少，可是因为可能那个前辈想要让你有多一点展现空间机会，他就会把那个丢球丢给你，然后让你们互动。我觉得基本上大家人都蛮好的。都是会想要去照顾新人、新人感受，因为毕竟大部分大家都还是从新人开始，就是除非你背景很厚实，不然通常都是一开始都是从那种名不见经传，或者是从一些很小跑龙套的角色开始。你有认真，导演组的你都会看见，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不错，所以他就可能会让你，虽然你是一个群众演员，但是他可能会让你去做一些反应，或者是他需要的一些灵机的台词，灵机一变的台词，那你可能就可以慢慢升上来，然后去试一些特约角色。有台词，但可能就只有一场的那一种。因为我之前一开始去演有电影，我一开始也是群演，就是很需要一群人每天出现的人。然后后来因为就是会做一些反应啊，或者是跟主角们在做对戏反应的时候，会给一些东西。导演组他们就会发现，就哎，这个人好像不错。所以就会开始，把一些重要的位置，比如说主角旁边，总不可能主角，然后旁边都没有人吧？所以还是会需要一些群演放在他们旁边。那可能这个位置可能就会变成是，他就会特意让我去，因为他知道我会做反应，会给一些东西，不是呆呆站在那里。那这个就是你展现机会了。我就是觉得。你努力发光，总会被人家看见的时候。喂，Ken先生，那个清洁公司的人又来了哦。
我是这样赶他走吗？可是他们这个产品哦，感觉还不错哎，你要不要听听看啊？好了，叫他上来吧。好，那我请他马上上去。我比较擅长、比较适合的就是演喜剧啦。但其实，如果是以学生作品来说的话，这样的剧本还有角色其实是比较少的啦。所以我在学生作品当中，大部分都是担任一些配角或是一些小角色，甚至临演啦。但也正因为如此啦，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主角型的嘛，那我会变得有机会演出各种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角色。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机会啦。像比如说遇到喜剧的剧本的话，通常我去试镜也很难不选我啦。对，因为天生就适合演喜剧的演员，有这样特质的演员并不多啦，至少在我这20年内看来的啦。对，拥有像我这样子特质的，天生带有喜感，就是亲切，让观众很有观众缘、很有喜感的演员并不常见啊。你要讲到一个很有趣的重点，因为其实我演出的喜剧通常不是那种很典型的喜剧，因为通常我演出的喜剧啦，它的剧情啊，我的这个角色通常就是那种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不愉快的事情。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让观众觉得很有趣、很好笑。谁呀？一直吵。达志金啊，每天都来。男的女的？都有而且是一起来。下次达志金再来就说我不舒服。角色遇到不如意、不愉快的时候，会让观众觉得产生同情、怜悯的心态的时候，这样就不是喜剧了。但我通常演出的就是我遇到这件事情，反而遇到这些不如意、不愉快的事情，会让观众觉得很好笑。怎么会遇到这种光怪陆离、莫名其妙的事情，反而会让我很有喜感。我通常接到主要角色都是这种类型的喜剧啦，但是就是说，可能调性也比较偏温馨啦，温馨有趣啦，也不是那种很典型的打闹的闹剧那种喜剧啦。我的演出的喜剧的作品主要是这种类型的。别再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它也蛮有趣的。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你又不太一样。对，那当然这几年下来，我会觉得说自己会试上一些角色，透过别人的观察，我会觉得说我的优势是那种情绪可能比较需要我爆发性的东西，情绪张力，对，情绪张力比较大的戏，我觉得这算是我的优势了，对，就这种戏真的不是每个人他都可以真的实际的去驾驭出来的，我觉得，对啊，理解角色的速度，理解角色的能力跟速度蛮快的，我觉得包仔他其实也算是这样的演员，当然我们方式不太理解的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就是不会差到太远，就是这个导演或是这个编剧写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实体化，不会让观众觉得说我靠这个人在演什么东西，或者是这是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的我们看了就很出戏这样，特别是新的演员一定会有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太夸张了，或者是可能讲话也是就很不正常，就是会，你可以说卡词啊，或者是干嘛，或者是那个节奏就很奇怪，的各种的一些可能大问题或小问题这样子。
那我基本上是很少有这样的问题，对，都蛮快速的。那这个就是这样说的，可以节省一些剧组拍摄的时间，对啊。课的时候，就是可能会，然后就是说笑，对，就是因为你要让自己很开，就是你很开心啊，你心情是这样，可是你不能让他感觉到你心情不好，然后你可以，你就是要笑，一直笑，然后等一下他讲话的是，等他来回答的话，你可以，你帮我数。至少1分钟再回应他，对，就是这1分钟你都不要去马上讲你的台词。那么久吗？对，对，不要，我试看看的感觉会怎么样。然后你就是在那之前，你不要很开心，然后你可以自己加别的话，去讲别的东西，跟剧本以外完全没有，跟剧本以外完全没关键台词，就是讲，你今天穿这样很好看的，或者是你今天穿这样蛮好看的，你等下要去哪里，或者晚上想要吃什么，就是讲这些日常的，就是情绪为主。因为因为有些演员他是很难去做调整，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想调整，然后一方面也可能是他怎么调整也都是一样，这对演员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对导演来说也会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这样。我想再试一个看看你这次比较是对他比较厌恶的感觉。厌恶的感觉。对，就是那种再厌恶一点的感觉。俄男。对，然后就是可以再不用那么客气一点。试看看那种。我不用客气。我们试看看不一样的感觉，对啊，因为这个，换一种，因为现在比较，我看你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没有办法做出不一样的，也许你自己没发现，你可以这样子。对，我以前年纪就很小，长不上来，可是我的脸就是长这样，一直从高中一直到现在都这样，所以很多选角 casting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太老。但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你看起来太年轻了，因为他就要30几岁角色，可是就是觉得看起来太年轻，不像，困扰很多。那困扰就是通常那种可爱无辜，或者是比较傻大姐，或者是笨笨都不会是我，因为我看起来给人感觉是会很棱角角，然后我是利落的，然后比较干练型嘛，所以我现在会比较喜欢，有时候会比较喜欢这些独立制片或者是学生制片，因为角色对我来说比较完整。也不是不能演比较严肃的作品啊，只是说这种类型的作品的话，他对角色的诉求还有外在的形象的话，比我适合的演员太多了。所以我不见得能够真的有机会去就是技压群雄去争取到这种类型的角色。我拍到哪里？拍到走。这完全看不到，太高了，看不到我。那不一定，你在坐，你在位置看不到，我在这里啊。那我让看看。找到了，我把房东只剩下声音了，变声音演员了。我自己本身先天的外在条件的限制啊，因为我身高不高，因为我身高没有超过170，那这样子跟其他演员比较起来的话啦，我就矮了人家一截了啦。也许我的表演能力有稍微胜过一些比我身高高的演员。其实很长，我没有接到角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搭配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就是说我身高不够，那可能比如说有爱情成分的一些作品的话，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那或者是说，比如说像需要比较有威严、比较严肃的角色的话，因为我身高比较矮一点。
然后可能我的长相又比较亲切一点，所以这种类型的角色的话，我就比较没有说服力。爸爸，你不觉得我跟照片还很像吗？对啊，你们都是最特别的存在。那你觉得爸爸像什么呢？太阳，是太阳吧？太阳。那个照亮大海，给予他生命的太阳。像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啊，其实已经可以演爸爸了啦。坦白说是可以演爸爸啦，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外在形象的关系，我如果跟其他演员搭配的话，就不太像爸爸，可能像叔叔或是哥哥之类的啦。演爸爸的话，可能就算去做了妆发，可能那个说服力还是不太够。对啊，因为像那一部作品的话，给一些跟我比较熟悉的朋友或者是认识的人看，他们都觉得说啊，你是演爸爸，我以为你是他的男朋友还是哥哥之类的。对啊，虽然我已经尽力了，但就没办法。也就是虽然实际年龄我确实是可以当女主角的爸爸，但是就是在画面上同框的时候，说我是他爸爸，可能还是就不太说服力，还是蛮不够的这样子。对啊。我不算全职，我还是有做其他工作，做蛮多的。做，如果没有演戏的时间，就是做教游泳，那另外一个身份是游泳教练，然后还有做插画，帮别人设计，就是我自己有创一个文创品牌，它叫花心人，很可爱，然后。就是现在每年固定会就是一定会做春联跟红包，就是我自己设立的一个小目标吧，要集满12年这样。蛇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生物。为了逃避，我先画一颗橘子，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吃。再来点福气，加点点缀好了。最不可能少的当然就是我的花心人啦。最后的最后，我要来面对了。当蛇来啦！喜欢的话欢迎按赞、分享、点主页链接，买。然后还有什么？这2个是固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无聊就去找一些其他兼职，然后做烦了可能就不想做，我就换另外一个。那我最一开始是做那个甜点，算甜点吗？对，打工甜点，然后后来就不想，所以我就后来就换做那个专柜的那个化妆品专柜，然后后来又不想做了，然后所以又换成卖衣服，对，然后卖衣服卖完，就后来又不想做，然后现在就是在做一些饼干，也是一样做精品饼干，但现在就是刚上手，所以我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腻。反正就是第3份工作就是无聊就换，喜欢就继续做。我觉得我现阶段做的每个工作都是因为我有兴趣而做。我不会因为了想要赚钱，或者是我为了想要有好的收入而去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会觉得很痛苦。我刚测过那个什么人类图，然后上面显示是我是来这个世界玩乐的、体验的。我想想也是，就是我做的每个工作都是我喜欢，我才会去做。我的工作跟兼职都是我可以随时否决掉它，我可以随时不要它的，所以很多时候主控权是在我身上，所以我想做我就做，不想做我就可以舍弃掉它，所以就是蛮看人，就是看你喜不喜欢挑战。因为像我来说，我就是喜欢变，
我喜欢变，但是我又需要有固定的地方。固定的地方应该是说我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可以自己待着，我蛮喜欢自己待着的。对，所以就是你只要给我一个空间，我可以自己待着，然后想一下我最近想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跟自己对话，然后我自己想好了，我大概知道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所以通常我自己心里有答案，然后可能问别人只是想要让别人肯定我答案，我没有想要听他意思，因为我自己已经想好，我只是想确认对方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想法不错。他如果说不错，好，我就执行了。再偷吃我就不煮了。不行，不行这样。帮我拿一瓶酱油过来。就是在那几年之间，就是2016、2017那2年的时候，我也是有得了2次的，也是又有得了2次的奖这样子。虽然当然也不是什么大奖，也不是什么金马奖啊。更有印象的是，因为那个是那个叫屏东旅游电影节。已经停办了，对。然后它是屏东旅游电影节，它那个电影节蛮特别，那个它会限定一定的时间之内，在屏东你要拍一个短片出来，对，拍完之后大家直接就是竞赛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它有很多，它就是有不只是台湾自己的队伍，它也有从香港来的，从反正外面来的也可以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参加的队伍，我那时候去报，就是我那时候演的那个队伍就是从香港来的，然后我去担任他们的一个主角。我哥哥很喜欢画画，尤其是去郊外写生。他会去爸妈去过的地方，因为这样可以让他暂时回到当初我们全家幸福生活的时光里。那故事就是一个哥哥跟妹妹的故事，这样子。对，哥哥后来眼睛看不到，就是我演的哥哥后来眼睛看不到。好像那时候导演，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满意了，对，好像，对，然后就是可能对我一些表演，好像他也不是，虽然他没讲，可是我感觉出来他好像没有很满意。那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对自己也不满意，就是在拍完之后，其实还蛮心灰意冷的感觉。演了这样的一个有挑战性的角色，但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去把握住的感觉。后来那时候评审之一是那个吴鹏凤，他是前几年才过世的一个演员这样子，然后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演员这样子。然后他是评审，他那时候是评审，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说他把影片都看过了，就是这次屏东旅游电影节的影片他都看过了。他说只有看到，他说他只有看到一个演员，他是完全没有出戏。他说那个人就是我这样子。后来我就得到那个最佳演员这样子。是这样子啊？什么叫就是这样子啊？反正哥以后不能照顾你。到底在讲什么？对啊，这个东西可能又促使我想要再继续走下去这样子。后来我会一直这样子，没有想要放弃这件事情这样子，但是那都是有点久以前，就是都是几年前的事情。对啊。大4下学期的时候接演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片名叫做《一房一厅一只鬼》。那这部作品跟我这20年来接过的所有作品当中，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部作品定义成最特别的一部作品？因为呢，这部作品全程拍摄是使用底片拍摄的。对。
就是还有在用底片拍摄作业的那个出来的作品片长，通常不会太长，顶多3到5分钟而已啦。但那一部作品，它拍完之后，最后剪出来的时间长度大概20分钟，是一般作业的大概4到5倍的片长时间。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期啊，算是非常罕见的一部制作啦。因为用底片拍电影，它既费工又烧钱。那以学生的经济状况还有能力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模式啦。对，但那个时候，我合作这一个剧组的同学，虽然他们这也是只是他们的学期作业啦，但可能因为他们的主要的像导演啊、制片啊、后制这些主要的职位的这些同学们啊，他们都不是台湾人，对，所以他们想要趁着这一次拍这个底片作业的机会，去燃烧他们的热血。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拍那部作品，总共拍了7天7夜，就是同学们他们几乎都没有休息。那我的话，因为我刚好又是男主角，我只有我回家的时间，我只有回家洗澡而已。回家洗完澡之后，就是我休息什么的，我几乎都在片场度过。但是我觉得那是一次真的非常爽快、非常过瘾的一次拍摄经验呐。可能这辈子啊，我都不会再有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拍摄机会跟经验了啦。对啊，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啦。因为拍底片的作品，它不像数位的作品一样，你可以看回放，对不对？这个镜头不行，再拍下一次，可能一个镜头拍了十几20颗镜头都没关系，反正顶多只是记忆体占用多一点嘛。但底片没有这种事情哦，没有这回事哦。它顶多它最多就是让你3颗内要搞定1颗镜头。你在拍摄1颗镜头之前，你都要做好最完善的准备，在技术层面、在表演层面都要做好完善的准备之后，我们才能拍摄这个镜头。你拍这个镜头之前，演员的走戏要确认说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说你的技术层面，因为只有摄影师看得到画面而已，导演也看不到画面。那拍摄每一颗镜头，你都要测光、量焦距。你拍摄每一个镜头都很费工，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让就是在场的工作者会更专注于拍摄这件事情，也会更珍惜每一颗镜头啦。对，可能对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太多的钱可以烧底片啊，对啊，我觉得那样，所以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对很难取代的一个东西，一种精神啊。今天最主要还是做创作吧，文创类创作。我是蛮想要觉得看可不可以把它做起来，做成一个好像很厉害的品牌这样。对，我上次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今年第一次把那个我的春联红包拿到西门町那边做那个买卖，就是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蛮多人会喜欢我的作品的，虽然网络上好像就是推播不出去，可是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人看到我的作品，他们是会喜欢，然后停留而去购买。你有没有一个想做但不敢做的事？今年决定做一个新企划，走出街头，没有招牌，那就自己画吧。但我一直不敢打开箱子，耗费了1个小时，等到气球都飞走了。终于，我鼓起了勇气向大家展示我的作品，没有想象中可怕。开始对自己有了自信，
脚有点酸，我就开始游街，东走走，西走走，然后遇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还被图集吓到，那就来帮忙宣传吧。可以看一下哦。对于一个大爱的人来说，这次的计划真的是超大的突破，主动分享自己的创作，发现展现自己是件快乐的事，而且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哦。卖完了，要收摊了，这一盒不能卖。最后顺利的卖完我的春联红包，谢谢你们，我的走出计划成功，让我蛮意外，就会觉得哦，原来我随便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以为就是应该不会受到大家那么多喜爱，可是后来发现，好像蛮多人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实体吧，或者是可能认识我的东西的人还不多，所以拿到现实上面跟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然后就会喜欢，所以我觉得我蛮意外的。我就自己一个人做，从头就想，先发想，然后去定制，然后做那些东西全部都自己来，包装、寄送、寄货那些全部都自己。可是我蛮乐在其中，我就觉得我的东西就是被大家喜欢，然后大家就拿走我的东西，我就开心。然后还有今年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想要有一个心可以定下来的一个地方吧。就是虽然好像我不太喜欢固定，可是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一直在持续的激发想象力的。我会觉得每一天遇到的东西的困境跟挑战都不一样，我就会觉得很好玩，我就会想要做，每天去做，就会变成是一个规律的动作，就像我每天规律运动这样。对，然后大概就差不多，就还有细微的东西啊，就是可能就感觉就差不多，对，就真的是差不多，只是加了一些元素在上面。我第一次演的时候，我对于看到镜头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不会去畏惧镜头的一个人，这样子。我觉得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嘛，还是怎么样？因为很多演员他可能会畏惧镜头，或者是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们就会比较不自在，或者是会去掩饰自己，对，或者是就是不敢把自己更真实的一面给交出来，对，防御心很重，这些都不是，我觉得对一个演员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对。我都已经想好了，因为我们要开的店，我也都想好了。开店？你哪来的钱开店啊？最后一次了。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演员他好的演员是他是很可以调整的，就是他的可塑性很高啊，你可以这样讲，就是他的可塑性
那那个可塑性有2种，一种是外界看这个演员的眼光，就是他可以让他演什么东西，好像都可以试看看。演员自己本身他也是，如果是演员自己本身要做的，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说他可以去调整成可能导演要他做出不一样的改变的时候，他可以去试着去做。对，我觉得就是拍摄的练习，因为你去上课或干嘛那些东西，老实说帮助性不大。对，你要真的要去演，才会知道说你到底可不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事情。演戏现在对我来说，我想要把它当成是去做娱乐跟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前几年一开始绷太紧，就把演戏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不可以有任何差错，然后把自己很像橡皮筋拉得很紧，然后绷很紧的状态。我觉得这状态让我来说，对我来说自己不舒服。对别人来说，我会觉得，对别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我好像就是中规中矩，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演员每个角色都可以被替代，就是都会有人会有在他身上会找到一个跟角色相同之处的地方。但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怎么让人可以觉得说你无法被替代的，就是非你不可，无可取代。如果我还是继续这样中规中矩，我很容易就会去替换掉，因为这随时大家都可以做，不是只有我。但我还在拿捏怎么样可以做到什么极致。对，所以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蛮新奇的，对于这个职业。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玄幻的东西，或者是觉得，你做这个好像又不太正经，所以就是各种都有听过。所以后来每次大家问我什么职业，我都会说，有时候说我是游泳教练，有时候说我是插画家，有时候说我是做设计的，就是什么都讲。但我很少说我是演员。观众这么多，你不可能满足每一个观众，你不可能让每一个观众都喜欢或者欣赏你的表演方式嘛。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接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只对这个剧组、这个团队还有导演负责。导演希望我去做怎么样的一个方式的形式的表演，我就照着去导演的方式去达成他的要求。我觉得这是目前我对表演的这一个想法嘛。对，然后再走掉。就往那边，你就右转走掉。当然，你先讲新年快乐，对我讲完新年快乐，然后你就转身走掉。转身右转走掉。好。新年快乐。小童，我刚演的还不错吧？在我自己的定义啦，就是一个好的演员，他应该是他的被调整度是很高的，他可以根据不同的角色做出很多为了角色所需要的一些调整或变化，或者是说随着导演的要求去达到说符合导演对这个角色的一些要求，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是要能够让观众去跟随着他的表演而情绪还有一些感受上能够有一个强大的连结性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演员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演员嘛。其实这样的演员，我觉得并不常见啦，因为像我自己本身也还在努力当中。我觉得演员应该像一个容器，不管什么都可以装得下。然后
它是要承载着各种东西，然后可以适时的倒掉再填装新的东西。如果当你满了，你不愿意去把它倒掉的话，那你可能就只能停在那里，或者是可能会把原本的东西不断往外溢出来，因为你已经装满了。我觉得这是演员的特质，它有像容器，因为它要装载很多个角色的人生跟角色的心境。但我觉得演员本身这个人，他应该会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演员这部分，我每次只要遇到前辈什么之类，他们都会跟我说不要急。但我就一直想说不要急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已经到了，我已经踏入这一行了，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工作一样，就是我好好做，就是上班族做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升迁。好像演员这个行业是需要你可能就算做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默默无闻，或者是你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时机，或者是天时地利人和，才能让大家发现。有些人说这是命，这是你的命，你的命会不会？有些人是一蹴而就，有些人就只是昙花一现，可有些人就是需要长时间累积，然后等到有一天，就是突然绽放。那我觉得我可能是后者吧，就是需要很长时间累积，那些累积就是变成滋养我的养分，然后让我去茁壮。可能就是宇宙想要让我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吧，只是在磨我的性子。可是我个性很急啊，我就觉得我马上很多事情我都是我就做一下就会有一些成就了，或者是做一下我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可是我好像在演员这一块，我常常会觉得好像还不够，或者是我觉得好像还是跟一开始的我没有什么差别，就会开始很紧张焦虑。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要调试的吧，就是放宽自然就好。但是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还有一个外在影响的因素，就是当然导演他也有导演自己也有导演自己的想法，他看表演他会觉得说，他还是觉得哪里有问题，他觉得他会觉得你做的太多了。对，很多东西是导演自己去想的，就觉得他觉得这个演员做的太多，这个演员做的太少。对，这个多少有时候蛮主观的。对啊，有时候又会有一大堆人，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但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好像不够啊。那我看他演员就会，对啊，这个是不太好，就是当然就是对演员来说就会蛮无所适从的。可是他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身，我们自己也要有自己的一把尺去衡量这件事情。对啊，那这个衡量你就要去想说，你就是还是要看那个拍出来的样子是怎样，你就要去看模，我就会觉得，好像好吧，不然还是要再做多一点这样子。对啊，东西给做出来，那你做到了，对，只是这个东西你可能遗忘很久了啦，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看剧本。对，不是看电视，然后记。对，但就是像每个导演一定也有每个导演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他现场要去叫你调整的话，你就是要去调整。对，可能要再多一点，再少一点，这样子，或者做到1到10，就是有些人跟他讲1到10，他就可以1到10给你。他是可以做出层次的变化，1到10。但就是素人演员刚起步的时候很长，他觉得他做到10了，我们看起来可能连一半都不到。原来这就是控制情绪的精髓。
没有，现在只是做一个很基础的啦。对啊，这也可以，你自己对，你自己练习，自己在家也是可以练习。然后就是你们说到就是多一点跟少。对啊，你应该有听过1到10什么的，1到10是 table 啦，简单的一个分级啦。对啊，其实有经验的导演，他就是跟有经验演员他们的导戏就是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会讲太多东西，因为他就说那个，我会告诉你情节、角色背景。你上一课这边，我觉得你可以再多一点，然后你再去调整。然后还有就是说，等慢慢之后，你开始累积了一些影像类的作品的时候，你就可以有办法去看自己的表演跟演出。因为演员一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很再基础过是你要知道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是长什么样子。对，它跟舞台剧不一样的，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我觉得这也算是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的确有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执行出来的东西会偏少一点点，因为可能是我本身就是我也不是科班出来的演员，我也不是戏剧，我也不是舞台剧，或是我也没有在拍广告拍什么，就是我不会去刻意去做很大的东西，或是做很明显的东西出来。一开始都是一定都是比较平的东西，但近几年来就是我有去做一些调整这样，但有的时候就是有些导演会觉得说就又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的确很有趣啊，就是对到底多跟少这东西，对啊，我去试着改变一些自己，然后但是有些人又会觉得太多，那我觉得这东西就还是回到那是一个表演的一个，所以就是它还是回到经验问题，所以你要如何演得越自然，然后又要到位，我觉得那就是你需要不停的练习，就是你要一直在你那个戏感要一直不断的培养，不断的让你觉得说，你就是在演一段戏，给你一道题目，你演一段戏又自然，然后又到位。就是越多人认同这件事情，那你就是一个已经就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就是比如说梁朝伟，大家不会觉得，大家觉得都是不会有人觉得他不到位啊，不可能，不会有人批评他，也不会有人觉得说太少太多。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他天生的魅力，有他天生的魅力，但是他也有他后天的这个表演能力。大家为什么说老演员很有戏？对啊，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外在的条件占了蛮大的一个影响性的。对，大家看到他们脸上的皱纹啊，然后他们在那边不讲话，坐在那边不讲话，就会觉得他好像在想什么，然后就会很有戏啊这样。对啊，你换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就是只是在发呆而已。对。整个过程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我哥被送来医院之后做了抽血检查，然后发现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超过标准非常多，然后警方在调阅监视器的时候发现他是自撞安全岛，所以很有可能是他酒驾引起的车祸。他都已经被抓过2次酒驾了，怎么讲都讲不听。事情都已经发生，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你哥是我唯一的儿子。你们认识比较熟的医生，医术比较高明的医生，你一定要帮我救救瑞东，我不能让他出任何事情了。你不要这样了，拜托你了，拜托。我觉得他是酒驾自撞，是他咎由自取。瑞东家属。我觉得演技这东西蛮靠天赋的，有些人努力很久，他就是没有办法演得像天赋型演员，演得让你那么的深刻跟动容。我觉得演员都还是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共感能力、共情，就是你要很敏锐，你高敏感的人，比较高敏感的人才能做到这个部分。因为你要马上可以去接收到对方现在给你的感觉。我觉得，高敏感最
一开始就是来自于观察，你就观察那个人的感觉嘛，那观察了这个人跟你讲话的方式、想法，对，就像荣华，我常常都觉得他很紧张，也不是说紧张，就是他会常常就是有一些动作让你觉得他好像一直随时没有准备好，然后他还在想，对，就是他很常没有确定答案，然后又会怕说，哎，我这样做是不太好，对。你最近过得好吗？你还是没有回答我刚刚问题。就是那样。你觉得都是你本来就有的特质，可能是隐藏特质，然后你可能就是要把你自己挖掘出来，然后去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才要一直去更换履历，或者是更换你的照片，因为你要让大家让选角的人看到，你有这么多不同的面貌，可以看可不可以挑选你去尝试不一样的角色。因为有时候可能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可是别人不会觉得你可以，因为别人看不出来。这我也在学。我觉得我是演戏跟生活分蛮开的人啊。因为我觉得演戏的当下，我觉得我就是在做一个表演啊，我并不会投射太多的个人情感在我演出的角色上面啊，就是我是相对处于一个比较抽离的状态啦，我只是随着角色的不同去调整我的表演方式，比如说我的声音表情、这些肢体动作之类的去做调整而已，但我并不会带入太多自己个人的情感因素在我所接到的角色里面。还有就是说我演出的作品性质，学生作品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偏短片，那短片的话就是我也比较难说有太多的篇幅去描写我这个角色的一个，比如说我的成长啊，或是我的一些转变什么之类的，对啊，而且就是像喜剧的话也比较少有机会写到这么有深度的部分啊。那正剧的部分的话，我又很少有机会演出戏份那么重的角色，所以就会变成说我比较不会有机会去做到说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说真的去进入角色啊，或是有一个心境上或是什么样的转变、情感的投射，我比较少有机会去做这样的尝试的。我觉得演的时候一定还是带着自己的一些部分去演，当然也有很大的部分不是自己的，但是它一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去做延伸吧，变化跟延伸，因为剧本的关系吧，我觉得主要是剧本怎么带你去走这样的东西，还有对话也是，对，剧本跟对话会引领我本身的这个自己的东西去做出不一样的改变，然后所以那如果演的当下，我会觉得一定不是原来的自己，演的当下一定就是我就是那个角色，然后在做这样的事情，或是这样的念头这样子，不会是跳出来戏外的自己这样子。的确，我们就是透过演戏，我们可以真的更了解自己本身没有发现过的自己这样子。原来自己可以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原来自己的面相可以是这样子，在画面中是这样的呈现，或者是可以这样子讲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情的。很多东西，或者是有些东西，只有在电影里面才可以去做，在现实里面是做不到的那种。对啊，比如杀人或者干嘛的啊那种。做出那种在现实一定是不被容许的事情，或是不可能，我们本身自己个性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简单说就是说，我还是想，就是觉得那算是一种突破吧。对自己来说，就是
当作品出来之后，我自己也去看的话，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又把它演绎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就是我以前做不到的，我现在做到了这样子。我都已经想好了，因为我们要开的店，我都想好了。开店。弄到了，对，走位，走好一点。没有啊，我就是要转身啊，转身，然后对，骂他忍不住了。我那没有到那种那你们发生你笑场啊？就觉得自然蛮好笑的，应该看啥？应该是看到我喜剧的节奏。不要这个，这样可以喜剧。那个是看啥笑？这怎么闪？而且不用闪了，演得太好了。没有，这里不能动了。所以要动是可以的。没有，就小心一点。没有，因为它可以把这个移过来一点，你要吗？你要靠这个。可以把上面铁丝往那个我移一下。我觉得演戏对于演员来说，你要是很喜欢，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就算它是一个工作也好，它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兴趣也好，但是你一定要是很喜欢这件事情，你才可以去做的事情。不见得好像每个人都已经是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啊。可是演戏这个东西，你一旦你没有喜欢，你把它当成工作的话，观众会看得到的。我就是觉得，这演员演得很油啊，很匠气啊，因为他就是可能他就是把它当工作这样子，他并没有真心的去投入在这个角色里面，就不要把没有热忱这个东西，把它丢到戏里面去啊。对，你如果戏外再去处理这些事情这样子，对，那当下就是不要把个人情绪带进去，可能个人情绪应该说个人情绪跟这戏里面无关的东西带进去这样子，有时候其实印象深刻不是作品，有时候印象最深刻是人。拍电影的时候遇到一个前辈，她是那个香港影后，因为其实我在那个剧组里面算是年纪比较小的，所以我其实也都不太讲话，不搭话，就是默默做自己事情。那个前辈他就是完全没有架子，就是会跟我聊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是需要一直就是在他身边，他出现我就要出现的角色，对，所以我就是默默在旁边，然后做一些事情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前面因为他穿的衣服会是比较繁琐的，所以他是需要别人去帮助他去坐着或者是走动。然后一开始我都就是帮忙他去弄，然后后来他就觉得不太好，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演员，为什么要一直去帮他弄？可是我不能休息，应该是要让就是在用服装的东西的人去帮他弄就好了，我就休息就好了。所以他就后来就是跟我说：“你不要弄了，就是叫别人去帮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第一次觉得说这个人很好，就是他不会像其他人，就是看我在做就干脆就让我一直弄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拍戏拍了一段时间，差不多快1个月。然后后来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杀青酒，然后因为我经纪人有去，他就跟我经纪人说，他觉得我很棒，然后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表现机会，在不同的舞台上展现出来。他就是希望我可以有那个机会可以展露，然后我听到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想说，其实没什么交集，至少偶尔这样聊聊天什么之类的。但他就是也是有在默默观察，就是知道我常常做了一些动作，或者是在戏里面的反应什么之类的。然后
给我一个鼓励，因为就只有他说，其他人都没有说，所以就是会觉得说，哦，当你很努力在做一件事情，或是很认真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不要怕没被人家看见，你总会看到人都会看见，然后就那时候听到当下是痛哭流涕。哦，之前有一部作品啊，那部作品应该算是我目前接到的作品当中片长最长的一部作品啊，那片长接近1个小时啊。那部作品的创作者其实他现在也算是小有名气啦，也算是个公众人物啦。其实那个人就是现在反正我很闲的频道的一个主创，他叫钟家国了。好了，可以抽到下课了有。在毕业展览，在闭展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华山那边做公开放映。那因为我的习惯了，只要我时间允许的话，我都会去现场看自己的作品放映了。那刚刚我也有提到，就是说像这样子学生作品的闭展现场都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一些观众，外来观众来看你的作品演出嘛。那个时候我在播放的当下的时候，我是就跟大家一样坐在观众席里面嘛。那个时候我坐在我背后有一对老夫妇啦，他们可能在附近散步什么，看到说刚好有这个东西，刚好有时间就进来看这个作品了。那作品的放映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就是笑得很开心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看得很开心啦。介绍这个作品，导演上台就是介绍作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有介绍我，有请我大家跟现场观众打个招呼啦。那时候我一转身之后，对，然后就是有跟大家招呼，就坐我后面那对老夫妇有看到我啦，然后就是在后来结束散场的时候啦，那他们就有过来跟我打招呼，就说你就是那个刚刚那个作品的男主角。我说对啊，怎么了吗？他们说哇，你好厉害哦，就是你本人跟那个荧幕上面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对啊，然后他们就说哇，我看你的作品看得超开心的，对啊，希望你以后可以继续演下去。对啊，就是那个当下我是真的被他们的讲的这些话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们对我的评价还有对我的鼓励啦，就让我觉得说还好我还有继续当演员，不然我不会有机会听到这样的话跟收到这样的回馈。小童，我刚演的还不错吧？会热爱的原因也是因为有这些接触过的人啦，他们给我的评价啦，还有一些回馈，让我会觉得说我做这些事情是对的，是正确的。我希望可以把快乐还有就是正向的一些感受带给我所接触到的人们，而且我觉得这也是老天爷给我一个很特别的天赋。虽然我不是什么帅哥啦，型男帅哥啦，但是我觉得我拥有一个可以带给身旁的人开心，还有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感觉的一个人。拜拜，拜拜。对啊，其实对啊，那其实我其实也想趁着这有机会录制这一个纪录片的这个当下，想跟我们的钟导钟家波说声不好意思啊。可是虽然你没有明讲啦，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拍摄的当下，我很惭愧，我抽烟的戏没有演好。对啊，就是可能没有
符合你一开始对我这个角色，还有对我表演的这个需求啦。我觉得其实对你蛮不好意思的啦。对啊。那也真的很感谢他，让我有这个机会演出，可能是人生中唯一一部剧情长片啦。对啊，然后也让我有机会跟这么多有趣而且很厉害的演员们合作啦。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里面当中的一些合作到的演员啦，都真的是蛮厉害的演员的。这些配角们，不管是表演的部分，或是他们本身的经历部分，都是蛮厉害的。因为其实以前我一开始演戏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比较随性一点，就是我不会特别去管镜头是干嘛，或者是说呈现出来是怎样，我就会觉得，对啊，应该就是要顺其自然嘛，就是顺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好了。但是近几年其实我有在想，近几年我的确有一个新的，很多东西还是要真的看到才会觉得说哦，好像真的会有，不能说好像真的完全不管镜头啊或干嘛的，就是你的做法要更精准了，就是因为你有时候做不到的话，你以为做到，但其实观众看不到。对，大概1年前也是一个因缘机会去上了一个，就是那时候有个法国导演来台湾，然后开了一个就是一个导演工作坊，那个算是一个开给导演的，就是付钱的是那些进来的那些学员是导演，就是想做导演的学员，然后那个法国导演就是他需要一批演员来当做给那些导演练习的演员这样子，然后他顺便再去传授一些他觉得导演跟指导演员需要注意的地方，干嘛，但是顺带演员也可以知道说问题会出在哪里，自己表演的问题会在哪里，他也会讲，虽然他是讲给导演的，对，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对，而且那个法国导演，因为你知道，其实法国欧洲的他们其实本来就不是好莱坞那一派，我才知道说，原来不只是说商业片，就是他们欧洲他们拍片啊，他们也是很要求演员的这个表演的精准度啊，就干嘛，不是说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干嘛，就是他很要求说演员在演那些东西里面要去确切执行到这个剧情的走向到哪里，这个演员他一样要确切的执行出来那个给观众看到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去设计好，要去想好的。你要做一些事情让观众知道，对。那我再拍一个，你有什么？你觉得怎么样？你自己觉得？不知道，我也会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我自己觉得 OK 了，我觉得 OK。那我再拍一个那个洞，就是我跟着你这样走进去，跟着，一般人走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啊，这就是演戏困难的地方，就是你要做到位，那当然你也不能很像说有些你不能做的太假，太不真实了，要真实，但是又要到位。所以就是近几年来就是再去反省这件事情，或者是再去之后的遇到的表演之后，我就会更注意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以前我们在上导演课的时候最难的地方，就是你要如何让别人看到你最想要讲的事情是什么，而且是清楚描述出来让大家知道，我觉得最难。而且你如果光从一个剧本，演员如果可以光从一个剧本看出来，大家都能看出来，大家会为了那一个核心目标去努力，那这个戏就很好看，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去服务这个目标。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影剧跟剧场最大的差别，因为剧场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剧场是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版剧本，所以我会知道它整体脉络跟想法。可是影视常常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讲什么，最终想要讲什么，除了主要角色知道。
所以你可能会有时候看到一半，会突然觉得旁边这个角色好出戏。我觉得是因为他根本不清楚这个内容到底是要做什么事。他可能只知道说，哦，我要倒一杯水给他，可是我不清楚说这倒一杯水在剧中的用意是什么。就是可能在剧中，他其实是想要表现用意是，我倒一杯水给你是代表说我这个人饮水机就在旁边，我也都懒得倒，还要叫别人帮我倒。人力的，可以挑啊。对啊，这个只要你要做工作。不只会回看了，时不时就会去看一下自己从以前到现在的作品了。因为拍片演戏除了满足自己的表演欲啦，带给别人快乐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也是我记录人生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有影像嘛，对不对？就可以记录到每一个时期、每个阶段不同的自己啦。因为不管合作的过程是愉快的，或者是说有些不愉快的，但是我觉得那样的回忆是无价的啦。对啊，那就是有的时候也会透过这样子一个回忆的过程，然后是观看自己曾经演出的作品，去找到一些自己表演上的问题。对，当下，因为你当下会有很多盲点啊，我们自己演员本身在表演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盲点，那就是透过这些记录，这些作品的记录，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一些问题啦。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啊，不见得可能要花大钱啊，花很多时间去上坊间的表演课。我觉得只要你有心，愿意让自己成长跟努力的话，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很实在的一种很有效率的一种进步方式啊。其实我一直以来我从来没有去受过所谓什么正统的表演训练啊，即使在我大学的那些年求学的那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去上过所谓的表演课。一直以来我的表演方式就是演自己啊。对，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跟自己的想法去揣摩不同的角色。那可能透过每一次的演出得到了我们的结果跟作品，我就是去再检视自己说这一次的表演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缺点或细节可以再做调整或修正的。那一步一脚印这样子慢慢的调整自己，修正自己，到现在这样子。以前不想看，就是会觉得哦天啊太丢脸，不想看，就觉得哦为什么那时候要这样子，就是很羞涩，然后哦，就是一个起鸡皮疙瘩一直窜满身的那种感觉。后来就是会强迫自己要去检视，因为我觉得从检视当中，你会看到很多自己的不足。我有一个灵性的老师，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他就跟我说，你要一直反复去看你曾经做过的那些事，从那些事情当中，你找到一些你可以努力的地方，你把那些补足了，你就可以绽放。然后我一直想不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一直跟我说，散放，分散散，绽放的放。他说花是绽放出来，可是
你不是，你要做到是散放。你展开了之后，会是吸引别人自己过来。你把你的花弄得好看了，别人自动会想要进来靠近你，去吸引他们去靠近。你不需要去做很多事情，可是在这之前，你要先把你自己的软实力、硬实力，一直提升到最好。小孩子来不来都是缘分。对啊，至少不是等肚子都大了20-30周才。所以我就是会，告诉自己好，就会去看一下，即使那个片段很短，但是停留时间不长，可是我还是想要知道说，当时其实应该可以怎么做，可以让它更流畅。因为当时可能以为我已经觉得是好的了，可是播放出来的效果并不尽然，我就会觉得，我下次如果有接到角色，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怎么做，可以让自己的状态是更好的？我觉得我还在调试期，不能说我已经调整到我最佳就是舒服的状态。但我觉得我从一开始的很焦虑、急躁，到现在可以慢慢的懂得如何应对、进退跟自在。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在这2个字是很重要的事情。但虽然现阶段我还是会有点怕怕的，这不否认，因为我还是会很想要中规中矩做一些乖学生想要做的行为。可是我一直想要打破它，让自己不要一直这样子，就是回归我原本的那种狂野嘛，然后像疯子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的自己是很自在，而且想法非常多元的，而且是好多想法是蹦一直跑出来的，是不会像现在有点呆滞停滞的感觉。所以我很想要就是调整到这种自在、自由自在嘛。天气真的冷啦，今天降温好明显啊！哇，冬天要来了。不好意思啊，李先生，我先喝口热茶。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还能够维持多久啊？那我觉得就是在我还能够做这些，尽情的做这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去好好珍惜当下。因为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没人能够知道啊。只要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的话，我会持续并且坚持做着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因为你如果要赚大钱的话，可能就没有时间做这些想做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有工作之余可以去开心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子。我当然也希望说这样子的状态能够再持续久一点。这样，每个人的个性跟价值观都不同啊。我觉得就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久没听到他唱生日快乐歌了。对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啊，兢兢业业的、汲汲营营的在过的日子啊，然后转瞬间人生几十个年头就这样过去了，啊。088 088，咦，这样不就是我的妈妈？这个好，这个好。
好像很多人都会有时候都会去聊到说，比如说你如果今天中乐透了，不用工作了，可以躺平了，那你会想干什么？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还是跟现在一样吧，只是说我会变得像荣华一样啊，我可以全台湾拍透透啦，我可以去台湾各个不同的县市啊，再可以再接到一些不同校系的作品这样。我会继续做着现在这样的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做着现在这样的事情，只是差在说，我可能就不需要去做一份把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有一个正职的工作维持生活这样子，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了。觉得那个父母的话，一定是好像要不能不感谢。我说的意思应该是说。应该是说，他们假设今天我的父母不是他们的话，不一定可以这样子走吧？对，因为他们没有去特别阻止我，或者是这样的环境底下，可能是因为也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所以产生了这样子的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的生长环境，它一定都是有一个影响性的。为什么会走入演员这条路这样子？这个环境的影响也有关系。那等你们出去，我把门关起来了。可是这样子，厕所那边的窗户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的。你那边好跟我们讲一下，啊，我等一下。我觉得你们就随时开始了，因为一定会蛮长的时间。我们睡一下，我们就大概睡一下就好了。好，大家你们要先出去啊。好，等我一下。我觉得演戏对我来说，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可能表达事情这个方式啊，会更清楚一点点。对，那我觉得演戏这东西仿佛又更很像，我又再去多，好像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又多活了好多年那种感觉。所以因为你做很多，比如说爸爸这东西演了很多次，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好像要多活了，比人家多活了很多年的那种时间感在里面。我觉得初中还是有啦，但是就是会比较现在感觉比较疲累一点，疲乏一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哦，好像身体素质可能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就是还是现在比以前我觉得那个累的感觉会比以前更明显，就是还是老了这样子，对啊，但是休息一下，其实基本上就还好，对啊。你们再不说要去抽烟，我自己都想去抽烟了。哎呀，抽烟，没有，我会有个尴尬的地方，然后尴尬了之后，
我就去抽烟。对，我要准备讲了，你就抢我的词。对。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是要怎样去抽烟，就是他会抽烟，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尴尬了。刚那个感觉正要涌出来的时候，你说我才不抽烟，我说啊，看怎么可以？因为我自己尴尬了，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那我们可以试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试3种这样子。当然一定，我觉得各种焦虑跟迷茫一定会在各个阶段又出现。但我觉得关关难过关关过吧，反正人生大不了就是死而已。反正你死之前做什么，你死之后你也看不到了。你就算被骂到臭头了，好像也无所谓了，好像是这样。我刚刚突然觉得，对啊，所以反正也不用怕，不用怕你做的这些事情很丢脸嘛。以前会怕很丢脸，或是很怕别人不喜欢。我最喜欢一本书是《被讨厌的勇气》，反复看，我真的觉得每次看就是会吸取一道经验，然后让大家如何讨厌我。不是，就是接受别人不喜欢我这件事情。反正总会有人喜欢我。可能我觉得雷达比较弱，感受不到别人喜欢，但我觉得至少还是会有人会是喜欢我、欣赏我的。但我要摒弃掉那些不喜欢我的声音，让我活得自在一点。小姐，你好，我是一个导演。我刚写完一个剧本，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当我的女主角。可以，请你愿意当我的女主角吗？好啊，那我最想感谢的人应该就是我自己吧。对啊，我感谢自己能够不顾家人、身边的朋友，还有自己曾经的那些矛盾的那些想法被这些东西给左右了，就是排除万难，坚持继续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情啊。如果没有自己的坚定，还有就是自己的那份执着的话，我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自己啊。因为其实在很多这一路走来有过很多天人交战的时刻啦，可能有在想就是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挫折啦，但是我觉得遭遇这些事情我都一一的去面对，去反省，然后做出最后的选择。对，就是感谢自己，感谢自己。那么就如果会明显就不要扣题了，不会了，是吗？这么不明显？不明显是吧？你确定？就不明显蛮有奇怪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有看出来去死。对呀，你不要粗啊！你要别进去一点，看，已经别很进去了。我觉得没有，都黑的看不出来。我是觉得看不出来。没有，就扣一个扣子看不出来。拉郎那样子。好，我指着我操。我看，等一下。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啦，就是所有接触过我、跟我合作过的，不管是幕后的剧组伙伴、同学们也好啦，或者是演员们也好啦，我希望他们如果在有那么一刻啦，突然想到包仔这个人的时候啊，我希望他们是觉得开心的。对，我记得曾经他跟一个叫包仔的演员合作过，然后合作的过程是很开心愉快的。
我希望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啊。对啊，就是他们会曾经记得有一个叫包仔的演员，然后曾经跟他合作的过程是非常轻松愉快的，那样的一个回忆是美好的、快乐的，这样就好了。对啊，不是还是找出来。对，对，找不到适合的演员也没办法拍啊。哦，来了，才刚讲完就来了。哦，你看，对，这一个好像发现什么新大陆的那个眼神，哇，比了一个赞。你看我们灵眼请超都灵眼的啦，每个都很那个 timing 都抓得刚好。对，你看这个对淫荡的眼神，淫荡的笑容，抓到了，终于抓到了。哦，这个把我拍得好瘦，我超喜欢。穿着羽绒外套可以看起来那么瘦。小姐，你好，我是一个导演，我刚写完一个剧本，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当我的女主角。你也非常适合当我人生中女主角。就是你。你愿意当我的女主角吗？看这个很烦的，我到底在急什么？我就是急输了。好。嘿嘿，再笑一下。哎呦，干得不错嘛！终于被你找到一个了。嘿嘿嘿嘿嘿。对啊，不管未来我们这些曾经合作过的伙伴们，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遇到彼此啦？但我希望他们在想起我的时候是能够面带笑容的，开心的。你怎么在这？怎么那么巧？对啊，买饮料。对啊。绿茶卖完了。哦，对啊，买一送一啊。哎，好久不见，走，抽烟啊。哦，抽烟啊。对啊。又过一个学期，马上到见不到。还会大。啊，又下雨了。这会下雨。来吧。对。台北的天空啊，真的是台北的，对，跟人心一样，说变就变。最近怎么样？最近就蛮累的。是哦。不知道，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也觉得蛮累的。哎，你最近不是剪了一个作品集吗？我有去看呢。哦，真的哦。哦，看了很感动哎。是哦。对啊。没什么，就是把一些都剪。最近还有就是把旧的东西公开啊。哦。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就是正大的那支片嘛。哇，好久了。其实好像更早，但是在一个世纪，我已经想不起来。对啊。那个时候。这个是上一个公寓。对，那个时候试镜就有看过你了。还没想到我们竟然那么有缘，
一起合作到正大的作品。对啊。那时候的你看起来好幼气哦。都10年前了。对啊。啊，我不小心演的比你还多了1倍的时间。哇。啊，结果我们2个现在都变成中年大叔了。对啊，这几年来的人来来去去的，不知道多少个了。是啊，这个圈子一向如此。唉，每次跟老朋友见面聊天、抽烟，就感觉好像又燃烧了，又可以燃烧再久一点的那个热情啊！真的，真的。那你等一下有什么事吗？哦，有啊，我等一下要开车去另外一个片场啊，我时间没那么赶啦，想说好久没遇到你了。好久没跟你好好抽根烟闲聊一下了。哦，是接到什么片了？哎，还用问吗？一样是学生制片啊。对啊，对啊，那是什么学校？是我一直以来一直想接，但是都接不到的北艺大的作品。哦，不错，北艺大终于让我台北的能够成功的试镜的，而且能够有机会接到这样的角色。哎，希望一切顺利啊！导演是谁啊？应该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女的哦，而且还蛮正的哦。哇，对，听说她自己也是演员呢，真的、还有经纪公司哎。哇，不知道这样的导演的状况，跟他合作是会什么样的感觉？蛮期待的。应该是会蛮开心的吧？对啊，人对了，什么都对了。对，那你差不多了，来不及吗？对，可以啦，就1根烟的时间啦。老样子嘛。啊，兄弟，先撤啦。撤了。对啊。好。啊，雨也停了。好，那再会啦。小心了。好。